女孩从石壁上取出一只水晶灵兽，没想到下一秒灵兽就变成了一把弓。而与此同时，幽花竟触发了小时候的回忆，只因她出生时便自带灵力，所以母亲为了保护她，便隐藏了她的灵力，让她做一个普通的人。而就在幽花拿到灵气准备返回时，却不慎掉下悬崖。关键时刻，麒麟骑着苍雪之牙将她救了下来。可幽花获救后非但不心生感激，反而因为苍雪之牙没有飞稳，便大声呵斥她。麒麟将苍雪之牙当做自己朋友一样，见幽花这样对待他，就已经很不开心了。可幽花竟再次口出惊人：灵兽就是灵兽，和一个畜生有什么好做朋友的？等你以后有了自己的灵兽，你就会知道，跟你出生入死的就是你口中的畜生，而无论在任何时候，愿意为你去死的也是这些畜生。哪知幽花听后却不以为然，因为她从小娇生惯养，所以只要她的一句话，别说灵兽，就算是人和灵术师都可以为她去死。说完，她便任性的拉开弓箭射向下面的迷雾，瞬间惊动了下面红色的不明生物。幽花，你干什么？连泉担心他惹了不得了的存在，便让他不要随便使用灵力。可幽花却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殊不知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任性。这什么？好美啊！这就是灵力，飘散在空中的。凡是灵术师、灵气、灵兽，任何具有灵力的物体散发出来。麒麟显得非常兴奋，因为他能看到灵力了，这也意味着他步入了灵术师的门槛。于是麒麟迫不及待地询问银尘，他什么时候能拥有自己的灵气？而银尘告诉他，只有在进入灵种后，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灵气。与此同时，幽花这边收到了天阁的白讯，白讯内容是要他前往灵种取灵气。在前往灵种的传送棋子时，幽花与麒麟发生了冲突。他本来是想教训麒麟，却意外将他打进了灵种的传送入口。麒麟进入棋子空间时，发现眼前有许多蓝色的小球，他只是轻轻触碰其中一个小球，便再次被传送离开。等他醒来时，已经来到了灵种。麒麟打算先四处走走，看看灵种的环境，不料遇到了缠人的红色触手，吓得他撒腿就跑。哪知刚摆脱触手后，前方又有飞来的白色冰锥。麒麟一路闪躲，来到了一处洞口，洞口有结界保护他，顺眼看去发现是一个受伤的女孩。麒麟好心询问她是不是被红色触手烦扰，自己可以帮她赶走。然而话音刚落，便出现了许多红色触手。用火，他们身上有水源的灵力，讨厌火。麒麟立马点了火把扔向红色触手，他们果然就离开了。麒麟以为他是被结界困住，想要打开救他出来，女孩却告诉他是因为自己受伤，所以他的血才引来了触手，并让麒麟赶紧离开。可麒麟怎会不管不顾，于是他骑着苍雪之牙带女孩离开了。女孩向麒麟表达了感谢，并告诉他自己是5度使徒连泉，让麒麟找一个开阔的地方放他下去。等两人来到安全的地方时，连泉开始吸收灵种中的灵力为自己疗伤。麒麟再次被这一幕震惊，于是也有模有样的学了起来。同样身为王爵的使徒，只有麒麟什么也不会。等连泉恢复后，麒麟才知道他也是来灵种获取灵气的，而且对方也知道自己要拿什么灵气。麒麟这才发现自己就是个小白，啥也不知道。你的王爵没有告诉你该拿什么灵气啊？哦，原来灵气还是指定的。这个阴沉什么都没告诉我，真不知道一听在想什么。因为每个使徒一生只能进一次灵种，所以连泉让他即使不知道拿什么也要选一个。你要拿什么灵气呢？我要拿的是一个叫回声锁链的灵气，应该很好拿，关键是你。麒麟一时间犯了难，他也不知道选个什么样的。突然他想到自己还有黄金果实，哪怕他不知道选什么，可以通过黄金果实选一个灵力最高的灵气拿走，自然不会错。为了感谢连泉的建议，麒麟将他手上的那颗送给了他，自己又从口袋拿出了另一颗，边说边抱怨银尘啥也不告诉他。与此同时，银尘这边也通过他的灵兽感应到了麒麟好像出事了，于是他立马来到灵种入口，却发现幽花也在这里。因为银尘已经进过灵种，无法再次进入，所以他想让幽花帮忙传达麒麟要拿的灵气，并且可以告诉他获取灵气和离开灵种的方法。岂料幽花竟摆起了大小姐的架子，不停的阴阳银尘居然为了他的使徒有求于自己。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想让你跪下。见银尘没有反应，幽花继续嘲讽，大不了他不进灵种，可麒麟也别想出来。如果银尘不跪，他可就走了。最终银尘还是跪了下去，看见对方是单膝下跪，他还不满意，要求银尘将另一只脚也放下。银尘为了自己的使徒无奈只得妥协，可银尘却不知道幽花在进入灵种后却害惨了他们。幽花不仅不说出离开灵种的方法，还将连泉推入了死门，这让麒麟对他彻底失望。麒麟让他说出救连泉的方法，可幽花却是支支吾吾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银尘不是告诉过你吗？我随口乱说的。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呀？啊！早在连泉收服自己的灵气回声锁链时，幽花就出现想要阻止他，并口口声声说回声锁链是他的灵气。多亏麒麟挡在他的面前，才没让他的计谋得逞。眼看连泉已经拿到回声锁链，马上就要吸收时，幽花为了支开麒麟，撒谎银尘进入灵种出事了。麒麟一听连忙跑了出去，可到半路时他却发现了不对劲，银尘已经进过一次灵种了，他不可能再进去一次。得知被骗后的麒麟赶紧原路返回。与此同时，幽花发动全力一击，准备对吸收灵气的连泉痛下4手。还好连泉随身佩戴的护身符及时展开结界救了他。幽花被结界的力量瞬间反弹回去。等麒麟赶到时，连泉已经将灵气吸收完毕。麒麟询问他有没有事，连泉拿出了哥哥给他的护身符给麒麟看，这是让他安全取灵气用的，没想这么快派上了用场。即使连泉已经收服了回声锁链，而幽花还在咄咄逼人，非要连泉将回声锁链还给他。我得不到东西，他也是想得到。既然你已经和回声锁链融合，那我就连人带灵气一块毁掉。幽花见得不到灵气，便要出手对付连泉。然而连泉已经获得了灵气，幽花根本不是对手，反而被回声锁链紧紧捆住。连泉为了给他一个教训，将他甩到了一边，幽花瞬间遍体鳞伤。见两人闹得不可开交，麒麟及时劝说他们停手，幽花这才慢慢站了起来，开始使用灵力为自己疗伤。也是在这时，连泉发现幽花竟然拥有永生天赋6度永生天赋。永生天赋，就是说他的伤口可以瞬间愈合。这
太神奇了！经此一事，幽花也不再执着准备重新寻找灵气。在黄金果实的帮助下，他们很快发现了一个灵力高的灵器。幽花让麒麟帮忙看看是什么灵气。在得知是一把弓箭后，幽花立马飞了下去。这把远程攻击的弓箭才是适合他的灵气。幽花吸起一块石头堵住洞口来挡住他的攻击，然后再趁机将石头打碎。接着幽花从洞中拿出了这只水晶灵兽。当它恢复原形后，果然是一把弓。现在连泉和幽花都拿到了自己的灵气，唯独麒麟还没有拿到。于是大家准备前往灵种深处帮麒麟获取灵气。可途中幽花为了好玩，居然对着迷雾射了一箭，却不料已然惊动了下面沉睡的生物。所以在麒麟寻找自己的灵气时，这些红色的出手突然出现袭击了他，甚至他还来不及放出苍雪之牙就被拖了下去。然而就在下落的过程中，麒麟顺手拿了一把残破的断剑，却不料这断剑异常锋利，红色的触手在他面前犹如砍瓜切菜一样简单。而当他看清楚这把剑时上面的红宝石，瞬间勾起了他的记忆。原来在他小时候被人追杀时，就有一位武功盖世的神秘男人从天而降救下了他。男人手中拿的就是这把断剑。幼时的麒麟只觉得这把剑好帅，问男人可不可以送给他。男人让麒麟长大后便会将剑送给他，还告诉他自己是极美，很快就会再见的。麒麟这才明白这把断剑是极美的剑。可现在更加紧急的是，他就要坠落灵种深渊。幸好连泉骑着自己的灵兽将他接了下来，见麒麟也拿到了自己的灵气，他们准备赶紧离开灵种，却没想这时许多红色触手突然出现，几人发现了不对劲，想要赶紧逃走，结果下面出现一股神秘的力量，直接将他们吸了下去。没想这里居然是红色触手的老巢。眼看红色触手越来越多，三人赶紧放出自己的灵气来攻击，可红色触手却没有丝毫减少，似乎能够不停的再生。连泉立马认出他就是上古四大灵兽之一的祝福。我们很难出去了。上古四大灵兽之一，祝福他怎么会在这儿？就算我们3个人合力，也敌不过他1%啊！